蓝忘机顿了顿，起身就进了厨房，在垃圾桶旁边看见了血迹。他弯腰拿起垃圾桶，印记成暗红，是干涸掉的血迹，有一部分是在垃圾袋上面的，还没干。而垃圾袋刚换过，血迹在边缘，垃圾袋上面也的血迹没干，想必是换的人没注意到，直接就走了。蓝忘机心里一凉，眼里闪过一丝惊慌。他拿起手机，直接就给魏无羡发了一个信息：来我家，来我家。蓝忘机手心有点冒汗，魏无羡一直不回他，哪怕蓝忘机再不承认，他也不得不承认他有些担心了。这个血看着刺眼，蓝忘机默默地把垃圾桶洗干净了。在拿起手机的时候，魏无羡已经回他了：怎么了吗？想吃夜宵了？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带过去呀。蓝忘机道：过来。然后又补充了一句：不用带任何东西。魏无羡回道：已经挺晚了，9点半了，我明天去吧，你有什么急事吗？蓝忘机继续说：你过来，或者我去接你。魏无羡赶紧回：别，不用你来接我，我15分钟就到了。蓝忘机回了一个不一会外面开始下雨，虽然下得不大，但是雾很大，还刮着风。蓝忘机看了看外面的天气，忽然有些后悔让魏无羡现在来了。魏无羡在5分钟前给他发了一个图片，配文：我已经出发了，现在估计在路上。没过多大一会，蓝忘机就听见了门铃的声音，他走过去把门打开。魏无羡的衣服有些潮湿，他把车停在了停车场，这才发现自己车里没有拿伞，就这样过来了。蓝忘机道：不是有钥匙？魏无羡笑着说：我太着急了，你主动给我发信息让我过来，那我肯定要快点过来啊。一边说着，一边给了蓝忘机一瓶温热的酸奶。我家里囤的，据说晚上喝点酸奶养胃。蓝忘机接了过来，右手上没有伤口，他说：我看看你的左手。魏无羡笑着问道：怎么啦？但是并没有给蓝忘机看左手，甚至还微微的往后藏了一下。蓝忘机强势的把魏无羡的左手拉了过来，却发现魏无羡的左手上面包了些纱布，问道：怎么弄的？魏无羡哎了一声，不在意的说道：不小心切到手了，我去医院已经包扎好了。蓝忘机道：你切菜会切到你的手心吗？魏无羡以为蓝忘机不信，他说：真的呀，我不骗你啊。蓝忘机了一声，道：随你。魏无羡发现了蓝忘机今天没有戴腕表，而是戴了一个腕带。不管什么时候，魏无羡只要一看见蓝忘机的手腕，心就不自觉的疼。他时时刻刻的在提醒魏无羡，蓝湛那个时候是真的。想到这里，魏无羡心里就疼。现在有时候晚上做梦都是那个场景。今天是戴着腕带吗？魏无羡轻声问道。蓝忘机了一声。魏无羡又问道：那你叫我来干嘛呀？是有点心软了吧？不然为什么忽然就让自己过来呢？蓝忘机道：我看见垃圾桶上面有血迹。魏无羡笑了：我没事。蓝忘机了一声。魏无羡说：那你今天能收留我一晚上吗？蓝忘机静默片刻，随后叹了口气。他第一次用这样的语气给魏无羡说话。他说：魏婴，我没有精力和你玩游戏。声音又轻又淡，好像风一吹就散了。一下子，魏无羡脸上的血色霎时褪尽。魏无羡苦笑了一声，说道：你现在还觉得我是在和你玩玩？蓝忘机看了一眼魏无羡，没有说话。魏无羡道：也是，那我再努力怎么样？蓝忘机实在是想不通魏无羡为什么要怎么做，当初走的那么绝情，现在说回来了就回来了，说追他就要追他，想重新在一起就重新在一起，把个人感情当作是什么了？魏无羡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他说：行，你要是不留我的话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我没事，你也别乱想。蓝忘机其实想让魏无羡留在这里过夜，但是他的心里又过不去那个坎。外面天已经黑了，也不早了，都快10点了，还下着雨。蓝忘机内心纠结了半天，到底开口说道：你留下吧，外面已经不早了。魏无羡眼睛一下子睁大，眼里带着一丝不可置信，随后眼里闪过一丝狂喜。他说：真假？蓝忘机了一声，但是他这里没有多余的床了，总不能睡一张床上吧？魏无羡开心都很，他说：我可以睡沙发，我可以打地铺，能住在这里一晚上已经很惊喜了。
他现在还不敢奢望和蓝忘机睡一张床，更别说抱着他睡觉了。虽然现在他真的想这样做。蓝忘机想了想，说道：“你睡床吧。”魏无羡连忙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，我不睡，你睡，你睡。我睡沙发。”当天晚上，魏无羡还是睡了沙发，也许是累了。蓝忘机洗漱完出来的时候，魏无羡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那沙发是折叠的，平摊下来倒也正小。魏无羡就缩在一边睡着了。蓝忘机给他拿了一个毯子，免得他着凉，然后就回去准备工作了。蓝忘机把工作做完了，已经快12点了。他出去倒些水润润嗓子，准备睡觉了。喝完水，蓝忘机想到了睡在沙发上的魏无羡，还是没忍住悄悄地去沙发旁边看了一眼魏无羡。仔细算，魏无羡已经在他身边跑了快小半年了，这让蓝忘机心里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魏无羡晚上胃时不时的就隐隐作痛，但是不是不能忍，所以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喜欢蜷缩在一起睡。他晚上睡觉前必须喝一瓶温热的牛奶，会好一些，但是他今天只顾着给蓝湛带了，忘了自己喝一瓶了。晚上的饭也吃得不太好，所以睡梦中胃就开始抗议。他疼的脸色不太好，他没有在意，但是胃越来越疼，但是他依然没有睁眼睛，还在睡梦中。他其实已经习惯了，疼着疼着就继续睡了。蓝忘机原本只是看一眼，但是魏无羡脸色越来越不好，脸色疼得有些苍白，又把自己蜷在了一起，继续睡吧。不过魏无羡还是在睡梦中，居然没有被疼醒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死捂着自己的胃，还是让自己睡觉。睡着了就不疼了。蓝忘机喊了一声魏婴，然后轻轻地推了推魏无羡，结果一摸就摸了一手的冷汗。魏婴，魏无羡还是没醒。蓝忘机把魏无羡从被窝里面拉出来，蓝忘机一拉就把魏无羡拉起来了，这么轻。魏无羡脸色白得吓人，魏无羡无力地靠在蓝忘机的肩膀上，怎么叫都叫不醒，似乎睡过去了一般。蓝忘机又喊了一声魏婴，你醒醒。魏无羡轻轻地动了一下，他微微地睁了一下眼睛，看见了蓝忘机，他苍白的唇角勾起一抹笑，看着蓝忘机他还是心疼。蓝湛哎，对不起呀。说完又无力地靠在蓝忘机的肩膀上，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手就在蓝忘机的胳膊上垂着。所以到底是多愧疚难过，才会睡梦中都想着对自己伤害过的那个人说对不起。蓝忘机猜魏无羡肯定是又胃痛，3年前魏无羡就有胃病，蓝忘机是知道的。不过之前已经被他养得差不多了，又出国待了3年，回国也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自己的胃，估计没有好转反而又严重了。但是蓝忘机现在不清楚魏无羡胃疼到哪个程度，外面刮着风，下着雨，万一开车去医院半路上出了意外那就完了。